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我们接前几期的一个话题，之前讲了从看干茶那一部分，然后再来看开汤的那一部分。那么我们今天来讲看叶底的这一部分。叶底其实是我们来判断前面的推理的正确性，所以叶底是我们评判茶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。就普文给大家输出一个理念啊，其实制作茶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一回事情，每一道工序都是有相关联的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制茶，普文总结出来的这一个经验啊，道的后续工序都能为前一道的工序的不足做一些弥补，相反每一道前面的工序都是为后一道工序的进行做一些准备。叶底部分普文通过4个基本点为大家来讲述。第一个点是看色，叶底的颜色；第二个点看叶底的一个形状；第3点我们来闻这个叶底有什么味道；第4个点我们来做一个动作，揉茶的一个动作；第5个点我们做一个拉丝，即上次一直在评测的一款西归茶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叶底虽然有些稀碎，我们不管它，照样能够做一些评判。首先讲色的那一部分，这个颜色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讲解，出现不同的颜色造成了什么问题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是怎么回事，有几种情况会产生红叶面，汤凉时厚度过大，杀青的时候闷到了，还有杀青完之后闷发了。但是按这个页面整体性来讲，它是一个整体发酵的一个页面，主要出现问题是在汤凉的时候过厚了，然后汤凉时间过长了，或者采摘之后5道的一个页面。我们再来看哪些是闷发造成的，有黄这个就是闷草，这个就是闷草或闷发造成这样的一个叶底页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大黄叶子怎么产生的呢？它的采摘过程当中，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比较老，相对较老的叶子含水率就相对较低，含水率低了之后，汤凉时间是跟这些茶青是一样的时间所以它的脱水率，所以会产生这种黄叶子，然后揉不紧。就像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红梗子，这个红梗子有3种情况造成。第一种情况，焖炒当中产生焖着的热量水分不及时散发，跟焖发是同一个情况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晒制的过程当中造成茶条的杀青完之后的含水率还是偏高，然后晒制的温度不高，未能及时干燥。我们再来讲形状的那部分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芽头，这个芽头你看细小长，叶面我们找一个叶面这个是比较肥，然后宽，生长地域正常的情况下，不是在石堆里，相对来说芽头细长的树种叶面相对来说也偏长，茶树生长的海拔也相对来说较高。像这种比如说这种芽头肥厚，然后白毫多，相对来说它的生长海拔就会低。形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梗子，从这个形我们来可以判断它是采摘的时候它怎么一个采摘，一个叶2个叶，这上面肯定还有一芽1叶，1芽4叶这种正常来说1芽4叶或1芽3叶的采摘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比较明显，1、2、3一个芽头，1芽3叶这个茶的正常采摘工艺就是1芽3叶采摘。像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脱水比较严重了，这个叶底揉不坏，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造成这种杆子，这个叶断的这种杆子并不是普文撬断的。我们看这个散茶，如果是整体断掉这种梗断叶比较多的，说明一个问题，汤凉的时候它的含水率还是偏高。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杀青完之后它的揉茶过重，杀青时间不够，是这几种情况造成了茶条出现断叶比较严重。我们看完这个叶底，看完这个颜色，看完这个形状之后，我们来做第3个步骤。第3个步骤我们是要闻一下这个叶底，如果你能闻出来略微有点红茶的味道，这个茶是存在发酵的，
因为像这种叶底的话，配那个闻的味道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发酵的，容易出花香味之类的，这个就是有闷发。这个茶直接告诉大家有闷发，所以说它叶底花红不绿，颜色比较暗沉。闻的这步工序呢，主要来确定我们前2步总结出来的问题，再以闻的方式来加强这2部分的一个判断是否准确。好，我们再进入第4个部分，我们来揉这个茶，这个茶怎么样都揉不碎。为什么会揉不碎呢？在摊凉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这个叶面的脱水率比较高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而且颜色比较暗沉，像乌龙的一些叶底，揉茶我们能判断这个茶是否做过杀青会怎么样，还有它有没有做过一个闷发，我们都是在揉茶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判断出来的。比如像这类茶，像这个叶底捏一下就腐烂了，这种就是做过一些闷发，我们在揉的过程当中能判断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来简单的最后一个步骤，为了来判断这个茶是否古树，跟你之前结合喝的一些汤感啊，这种条的形状啊，我们做一个配合检测，这个拉丝情况它能拉多长，是直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树龄不算小，50-60年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些都是普文以真实的制作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。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输出这样的一个视频？这个视频的输出主要是讲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内容，同样适用于制作自媒体一直在观看的一些茶农，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些知识也能做一些对自己的制作做一些改善，我们共同的去努力把这个制作提升一个又一个档次。我们同样把我们的技术做好，给茶友一个满意的交代，让茶友能真正的喝上生态茶，好生态的茶，真实的茶，真正的古树茶。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制作人要输出给茶友最好的一种回报。好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，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、真实的茶品、真实的讲解。好，我们下一期节目见，谢谢大家。